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看上映于1992年的香港大尺度奇幻电影《妖兽都市》，它是徐克最靠的作品，也是无数人的童年阴影。这部电影让人记住了香港第一美女李嘉欣，有几个片段几乎是全裸出镜。电影改编自日本导演川尻善昭1987年的同名动画，虽然尺度没动画的大，但也着实不小。老规矩，口味清淡的务必谨慎观看。话说，在人类生存的都市之中，还隐藏着一个巨大的黑暗空间。生活在那里的便是妖兽，有些妖兽会伪装成人类的样子，生活在人类世界。为了对付妖兽，人类专门成立了反妖兽特警组织，男主阿龙便是特警之一。夜幕下，东京灯红酒绿，阿龙带着一个妖艳的舞女乘坐电梯来到酒店某个房间。阿龙向我们验证了一个道理，长得帅真的能当饭吃，换作旁人，这一晚高低都收1800的服务费。舞女见他颜值高，不仅投怀送抱，甚至还要提供免费服务。当然，阿龙公务繁忙，可不是来消遣的。他早就看穿舞女是妖兽，因此不惜出卖色相，吸引她上钩。你笑什么？我笑你上当了。你也上当了，妖兽！你怎么会知道我不是人类？我知道真正的佩伟前2天已经死在后巷，你是假的。妖兽的身身看起来神似蜘蛛精，他叫嚣着今晚就把阿龙给办了。不得不说，蜘蛛精有点本事，几个回合下来，阿龙没占到什么上风。就在蜘蛛精如饿狼扑食一般扑过来时，援兵及时赶到，是阿强。他和阿龙一样，也是反妖兽特警。阿强破窗而入，一把飞刀便让妖兽无所遁形。阿龙在东京办事处已经工作3年，阿强这次从大本营找来，是因为香港那边出了大事，组织上要把阿龙赶紧调回去。和普通执法部门不同，反妖兽特警都有一个普通人身份，用来做掩饰。阿龙是电器推销员，阿强则是福光公司的营业代表，而所谓的公司其实就是反妖兽特警的大本营。阿强负责销售的是一款特制手机，使用它就能高效及时地搜集妖兽的情报。两人刚回到大本营，嘉山队长就放出一段诡异的录像。视频中，一名拳击手在比赛时突然身体冒烟，最后竟然变成一具干尸。眼见为实，组织已经找到拳击手的尸体，尽管死了好几天，尸体却还热气腾腾的。根据调查，拳击手生前曾服用过一种叫快乐的有毒药水，服用后人的体能会达到顶峰，不过副作用也很可怕，一旦停用，身体中的水分会急速蒸发，最后被活活烧死。这么邪门的玩意儿，不像是人类研发的。他们推测，快乐药水很可能来自妖兽世界，而队长已经锁定了目标人物袁大宗。他表面上是东南亚大财团的总裁，身价5000多个亿，相貌看起来不过60岁左右，但根据掌握到的资料，他在地球上已经存活了150年，远超正常人类的生命极限，是妖兽无疑了。组织把阿龙从日本紧急召回，就是让他去抓捕袁大宗。阿龙在袁大宗的照片上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，这个女人名叫幻姬，和阿龙有过一段不为人知的往事。3年前，一个下着瓢泼大雨的晚上，阿龙正在抓捕一个女妖兽。我知道你是妖兽，我是奉命来拘捕你的。你很幸运抓到我，不幸的是，你遇上我。幻姬和别的妖兽不一样，她是好妖，因为厌倦了妖兽世界的勾心斗角，跑了出来，结果却遭到其他妖兽的追杀。危急关头，阿龙英雄救美，可是他的实力好像不允许。生死关头，是幻姬及时出手，将妖兽的身体从中间劈成了2半。解除危机后，幻姬还温柔地使用超能力抚平阿龙的伤口。同生共死的经历后，阿龙和幻姬彼此之间建立了信任。阿龙还让幻姬当自己的线人，男帅女美还有过命的交情，发展出爱情不足为奇。只是让阿龙没想到的是，几年没见，幻姬已经变成袁大宗的枕边人。阿龙还需要一个搭档，阿强兴奋地毛遂自荐，结果却被队长果断拒绝。原来最近组织内部的情报时不时会泄露出去，队长怀疑有内鬼，而阿强身份复杂，所以遭到了怀疑。怎么个复杂法呢？简单来说，就是阿强的人类爹爱上了他的妖兽妈，最后生下了半人半妖兽的阿强。阿强出生入死，立下汗马功劳，但他和阿龙的待遇却天差地别。人的成见是一座大山，阿强无法改变自己的出身，也改变不了别人对他的偏见。在酒吧喝闷酒时，阿强遇到同事子罗，他强颜欢笑，祝贺对方马上就要升为副经理，而他只能去卖手机。
就在子路安慰阿强是金子总会发光时，酒吧里突然闯入几只液体妖兽。阿强十分敏锐，第一时间找了过去。阿强，阿强小心翼翼走进后厨，里面一片狼藉。厨师埋头在滚烫的汤水中，已经煮得入味了。液体妖兽！阿强顺势将液体妖兽困在了下水道，谁知下一秒又杀出个女妖兽。他操控刀叉向阿强发起猛烈攻击，阿强自顾不暇，手掌不小心被刀割伤。好在关键时刻阿龙及时赶来，女妖兽看见形势不妙，落荒而逃。这女的有70高，这么高。而此时阿龙也注意到阿强伤口处渗出的血液是黑色的。阿强再也克制不住情绪，明明他什么都没有做错，为什么还要被不公平的对待？阿龙劝阿强切莫冲动，他的身份绝不能让更多的人知道。为了安抚阿强，阿龙也把自己的秘密说了出来，说他曾经爱过一个妖兽，之所以后来快刀斩断麻，就是怕和阿强的父母那样酿成苦果。兄弟二人敞开心扉后，决定联手去对付袁大宗。虽然组织不让阿强介入，但他可以偷偷和阿龙组成搭档。袁大宗受难之日便是行动之时，袁大宗和宾客们打了个照面后，便和核心成员召开会议。从他们的对话中可以得知，妖兽也分为两派，一派隐身于人类社会，控制经济命脉，主张和人类和平相处，以袁大宗为首的阵营便是如此；而另一派则与人类水火不容，试图消灭人类，独霸世界。代表人物袁大宗的儿子鬼仲道，他心狠手辣，不但想谋朝篡位，吞并袁大宗的一切，还想把年轻貌美的幻姬据为己有。反对妖兽与人类和平共处的，除了鬼仲道，还有之前从酒吧逃走的70女人，而他的真实身份是妖兽世界里的杀手。袁大宗说他已经做了人类的商人，不想再和妖兽打打杀杀。他本想吓退对方，不料女妖兽早有准备，竟然提前对酒水动了手脚。这喝的哪里是酒，分明是液体妖兽啊！说完，中招的人全都爆体而亡，只有道行深厚的袁大宗把液体妖兽从身体里逼了出来。然而就在这时，女妖兽趁虚而入，操纵吊灯切断了袁大宗的左臂。之后，女妖兽抓住幻姬，朝着他的脖子注射了一针快乐药水。阿龙火速开枪，子弹却被妖兽弹了出去。为了拯救幻姬，袁大宗放出大招：你们把快乐带来的，说谁支持你的？快说！阿龙抱着虚弱的幻姬离开时，阿强恰好开车赶来接应。车上，阿龙看到幻姬一直带着两人的定情信物，这才知道这些年幻姬的心里一直都有他。途中，他们遇到队长的人马，幻姬不想连累阿龙，于是一个人逃走。得知妖兽世界正在内斗，队长认为这是把他们一网打尽的绝好机会。妖兽受伤之后，会利用电力进行妖兽重生。很快，特警队查到香港南部某个发电厂用电量激增了8倍。没错，断臂的袁大宗和幻姬就在这里疗养。两人赤裸相对，画面看起来十分羞耻。一番操作下来，袁大宗重新长出了左臂，但幻姬的情况不容乐观，电力无法完全去除他的毒瘾，想要根治只有一个办法：全身换血。袁大宗对幻姬是真爱，可惜才刚开始输血，特警队的人就杀了过来。看到幻姬和袁大宗赤身裸体的样子，阿龙的牙齿都快咬碎了。幻姬在袁大宗的示意下逃进他影子里的妖臂空间，而他自己则创造出强大的结界来抵御特警队的子弹。结界果然强大，子弹完全无法近身，但魔高一尺道高一丈，队长早已知晓结界的弱点，只要打开人力磁场就能攻破。很快，袁大宗不敌，被特警队抓住带回了实验室。袁大宗试图用影子脱身，特警队早有准备。实验室四周打开了加强磁场，只要人类集中念力，就能把他的影子打回身体里。这种毒品跟我没关系，不过你也该想想，你们的世界里这么多人需要快乐来麻醉自己，看来你们的日子不好过。我们的日子不好过，是因为你们妖兽扰乱了我们的法律。你们也不止一种法律，而且你们的法律漏洞百出。我被你拘捕是一种合作，我要走，你们挡得住吗？啊！集中念力，加强3倍的磁场能量。袁大宗，
是一种障碍。你已经150岁了，休想再用妖兽重生法！我的集团都是厌倦妖兽斗争的兄弟，我的幻姬同样也是。袁大宗和幻姬都把希望寄托在鬼中道身上，殊不知他才是罪魁祸首。其实女妖兽正是受他指使的。鬼中道，谁都料不到你是快乐的主。别问我此时的鬼中道在干什么，他正以一种极其猎奇的方式玩弹珠机，而这个弹珠机的本体其实是变形女妖兽。去看原片你就知道这段有多炸裂了。玩到一半时，幻姬找来，他让鬼中道快去救援大宗，同时尽快查出快乐药水的主谋。不料鬼中道落井下石，要幻姬用身体来证明他不是叛徒。为了救人，幻姬只好任由鬼中道摆布。晚上，幻姬乔装成酒店服务员接近阿龙，但很快他就露了馅儿。幻姬大打感情牌，成功卸下阿龙的心理防备。可阿龙不知道的是，幻姬居然在嘴上抹了毒，害得阿龙也中了招。危急关头，还是好兄弟阿强给力。幻姬坦言，他是被鬼中道胁迫才出此下策的，但他现在已经后悔。说完，他掏出鬼中道给他的解药，让阿强交给阿龙。见阿强不信自己，幻姬便自行服用一颗。万万没想到，解药真的有毒。这下阿强没救出，自己也着了道。显然，这些都是鬼中道的圈套。这样不仅不用去救援大宗，还能借幻姬的手除掉阿龙。阿龙危在旦夕，但鬼中道更是杀人诛心的，当众回放他与幻姬的羞耻小视频。不过，阿龙可没那么容易死。反特警组织有着人类最先进的医疗团队和设备，阿龙很快便脱离了生命危险。但幻姬就没这么走运了，他体内有2种毒，一种虽然能解，可快乐之毒是无药可医的。因为他是妖兽，所以只有用袁大宗的血才能够救他。袁大宗对我们太重要了，这个女人没有多大的利用价值。打开磁力场，让她现出原形。阿龙所在的酒店只有特警知道，为什么幻姬会找来？队长再次把怀疑的目光投向阿强，并且还要停掉他的职务。队长走后，子罗过来安慰阿强，让他别丧气。说着说着，还送给他一个甜蜜的吻。就在阿强即将陷入爱情的圈套时，他的好兄弟阿龙也化身成了纯爱战士。他不忍心看到幻姬现原形，于是醒来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救他逃离实验室。倾盆大雨让时间仿佛回到了3年前的那个雨夜。不同的是，上一次是2人在不断靠近，这一次却是慢慢走远。因为阿龙心里清楚，他和幻姬在一起是不会有好结果的。阿强撞见2人后，躲在暗处观察，等到阿龙离开，他便悄悄跟踪幻姬来到港口。幻姬想到这里偷取快乐药水，结果却意外得知了真相。而让阿强没想到的是，特警队的叛徒居然是子罗。没有你的帮助，我们没有办法把这么大批快乐运进这个港口。我对你很有兴趣。我一点兴趣都没有。人啊兽啊，斗了几千年，还要继续打多久，我无法估计。我对这种历史没兴趣。子罗游走在人类和妖兽之间，为的都是钱。幻姬从鬼中道的后备箱找到一支药水，他不顾阿强反对，选择了注射。只有这样，他才能恢复战斗力，对付鬼中道。幻姬让阿强去找阿龙，告诉他鬼中道是罪魁祸首。随后，幻姬与鬼中道的战斗一触即发。幻姬亮出激光刀，削铁如泥。鬼中道也不容小觑，他将手臂延长，变成力大无穷的杀气。怎么说呢？看起来总觉得哪里不对。几个回合下来，幻姬似乎不是鬼中道的对手。阿强这边，他利用半兽人之躯创造妖壁空间，顺利逃了出去。可当他来到总部，准备揭发子罗时，不成想对方竟贼喊捉贼。本来阿强就面临着信任危机，这下更没有人信他了。就在阿强百口莫辩时，阿龙出现，2人劫持子罗后潜入大楼内部。阿强不想连累阿龙，于是压着子罗，打算先关闭这里的磁力场，再救出袁大宗，和他联手，说不定就能除掉鬼中道。途中，子罗试图用美人计诱惑阿强，结果他根本不是这一套。磁场顺利关闭，与此同时，鬼中道一伙儿瞅准机会，开始闷声干坏事儿。他们创造出一个史无前例的妖壁空间，能让时间倒流。如果不及时制止，不仅文明会倒退，就连人类也要变回原始状态。到那时，妖兽将全面统治还未进化完全的人类。救出袁大宗后，他带领阿强、阿龙找到一处地下停车场，妖壁空间的入口就在这里。不料车刚停下，液体妖兽就杀过来，包裹住了袁大宗。见状，阿强2人进入电梯，却发现四周开始融化。
好在袁大宗并不是无法抽身，他在等液体妖兽集结之后，再释放出火焰，将其一网打尽。阿强，我们换一个电梯吧。不用换了，你们就会变成这电梯的一部分。我无法想象，我们变了电梯之后是怎么样的。哦，子弹！继续开枪，太兴奋了！你看吧，简直跟我们开玩笑。对付这种女人，让我来！你这老鬼！阿强和阿龙强行扒开电梯门逃了出去，姜还是老的辣。袁大宗兴奋地告诉变形女妖兽，好戏才刚刚开始，你的身体里都是机器，我要好好改造，想把你变成什么就变成什么。一顿操作猛如虎，妖兽秒变摩托车，邪门太邪门了。袁大宗，你快下来！哎呀，你真可怜，你同机械分不开，以后都是一样。我要骑得你精疲力尽。逃不掉，反应真好。阿强和阿龙来到楼顶，见到了正在为妖比空间提供能量的鬼中道。他深知幻击是阿龙的弱点，于是设下陷阱，让阿龙坠下高楼。庆幸的是，队长大人及时赶来，众人利用强大的念力，又把阿龙原路送了上去。接着，鬼中道打起阿强的主意，他和阿龙交替着，不是你掉就是他掉，但好在最后有惊无险。这一波操作让鬼中道彻底急眼，他勒住阿强，试图唤醒他身体里的妖兽之力。尽管阿强极力克制，但终究抵不过本能，还是现出了原形。一股强大的能量把阿龙震下了楼，人类的念力又一次发挥大作用。然而下一秒，阿强也掉了下来。特警们以为他是鬼中道，噼里啪啦一阵子弹输出，直到队长认出了他。阿强，阿强，你冷静点，你可以恢复人性的，你学过控制自己的。阿强，回来吧，你不要再错下去了。看到这儿，鬼中道讥讽加山队长，要不是你一直对阿强心存芥蒂，他的心性会这么不稳定吗？是你不给他机会，让所有人看不起他的。鬼中道的话深深刺痛了阿强，他一个反手就打飞了队长。不过队长有念力护体，阿强没有继续纠缠，而是咻的一下飞回楼顶。与此同时，袁大宗霸气登场。鬼中道，你太放肆了！虽然你是我儿子，今天我也要亲手消灭你。眼看飞机就要撞过来，鬼中道却无比淡定，因为他一眼看出飞机是幻象。你的炎炎法吓唬不了我。袁大宗救下阿龙和幻姬之后，决定大义灭亲。妖壁空间是人类的魔障，你的魔障就是你自己。呀！老不死干，你藏在里面干什么？老家伙，快点出来！快点出来呀！好，这个斗看你能支持多久！袁大宗，或许是真的老了，袁大宗被鬼中道打出体内，能量也被吸收了不少。而在父子俩斗法的同时，阿强也处于极度的挣扎中。阿龙让他不要冲动，千万不能让兽性控制了人性。挣扎中，阿强将利爪伸向了阿龙，但最后一刻他又克制住了。幻姬不想冒险，一拳击穿阿强的身体。弥留之际，阿强终于恢复理智。为了成全阿龙，他还以德报怨，心甘情愿把自己的血输给幻姬，帮他解毒。袁大宗把鬼中道吸到飞机引擎口，但这家伙很狡猾，竟然拉着阿龙当垫背。袁大宗重感情，不敢贸然出手。眼看阿龙要被鬼中道丢进引擎时，幻姬满血复活，霸气归来。最终，幻姬与袁大宗联手，总算将鬼中道消灭。故事最后，阿强死了。临死之前，他终于听到加山队长的认可，也算死得其所。而幻姬最后也没有和阿龙在一起。人妖殊途，阿龙忍痛割爱，让他跟袁大宗回到妖兽世界。只是没想到的是，这场战斗已经耗尽袁大宗的心力，在回去的途中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人。他让幻姬好好的活下去，之后便咽下了最后一口气。结局虽然不圆满，但也是最好的安排吧。先抛开剧情不谈，光是电影中人与子弹机的不可描述，以及女体摩托车的设定，就堪称是 cult 片的翘楚。
影片中充满情色却不低俗，脑洞更是大到没边儿，各种猎奇，各种重口，数不胜数。虽然电影全程充斥着性与暴力，但我们都知道它真正要宣扬的主题其实是爱与和平。受当时特效水准的限制，影片的视效虽然达不到满分，可即便如今再看，观众的眼睛依旧被它折服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啦，下期再见。